我们今天要做这个 Q&A， 主要是因为要纪念我的 YouTube 频道快1周年的时间，然后借由庆祝1周年，所以就来顺便做了一个跟不专业厨房相关的 Q&A， 来接受大家的严刑逼供。然后我为什么会找你们3个人陪我一起呢？因为其实我相信有很多问题，应该我是回答不了的，只有你们可以帮我回答。我的不专业厨房今天做到就是没有存档呢，最大的工程呢就是这3位女性，就是主要是这3位的团队，让就是可以，哪怕就是我到内地去工作，然后都没有时间录影，都还有很多的存档可以播。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很认真的在拍摄嘛，然后有大家的付出跟努力，才会有今天的成果。但是呢，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没办法就是再到厨房那个录影，然后对，好像也不能就是5人以上，室内不能5人以上的群聚嘛，所以我们整个的厨房呢都暂停录影了，然后暂停到什么时候其实也不知道，所以不专业厨房系列呢也算是暂时的画下了一个逗号，所以来 Q&A 吧。不好意思，我的主持人功力，我当初真的没有想到会做这么久，是有点难过。没有，因为其实跟我当初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片长有点太长了，我觉得感觉好像在看连续剧，就是我自己在观赏的时候，我以为我当初设想就是一道菜，然后大概1集可能10分钟之内搞定，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后来我们就都喝酒拉赛拉太多的时候，然后就变成1集有一个艺人变剪到2集，剪到3集的都有。然后后来我觉得我们是自然而然变成了一个像现在大家看到不专业厨房的形式，要不然其实跟当初我的想象其实蛮大的落差，蛮不一样。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很认真看我们的节目，对啊，所以我们不要翻他，不要翻他的牌。你连 Q&A 都可以口齿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每一集都会有口齿不清。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里面已经加了那个酒了吗？特别版本，对不对？我是觉得有的人真的以为是在做效果。好，我只能说圆圆，你这位观众，我觉得你应该没有很认真的看我们的不专业厨房。我们不专业的厨房，完完全全的呢，就是呈现了我的实力。我的实力就如同不专业厨房上面所呈现的。我为什么要隐藏我自己的实力呢？因为根本没有实力可以隐藏，好吗？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一切就顺其自然吧。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希望我成为一个专业的厨师呢？没有，不是专业厨师吧？可能大家只是想说，你做了那么多集，应该多多少少会有点进步。啊，我就那个资质拙劣。我对煮饭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兴趣，但是我不专业厨房喝酒呈现欢乐这件事情我是有兴趣，所以你要叫我继续做不专业厨房，我觉得 OK 哦。但是我会希望就是我们的不专业厨房的内容是不是可以就是在更多元、更丰富，还是酒可以喝的再更多一点，就这样而已。但我觉得煮饭，我目前还没有开窍，然后什么时候开窍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问题这样回答有回到他的点吧？有。我就不方便，像他就不敢来啦。他们就看我们节目喝酒喝成那样子，就不敢来了。但是你有跟他们？我当然有跟他们讲啊，我这么几百年前就邀了，好不好？不是，我说你有跟他们说这个东西都是他们会过过，然后他们就说 OK， 我们就剪掉。我当然会讲啊，我也讲啦，是自己说，觉得很有趣，他想要来。他有说，他有跟你后来本来有想要跟你约，对，后来有本来跟约，后来但我们时间后来都不上。
那就下次喽，下次就第二季。下次对啊，第二季啦，第二季再约啦。一个重磅嘉宾，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就是没有那么疯狂的一集给他们看。哎，但我们现在已经恶名昭彰了，所以现在所有的艺人都，所有的艺人想要来我们的节目，他们都已经有抱着要喝酒失态的那个心理准备。有粉丝想要来不专业厨房吗？很多粉丝有问这一题。我要换个滤镜了，等我一下。What the？ 再考虑一下好不好？知道每个人喝醉喝到开心的时候，当然肢体啊、言行啊会有点夸张跟 over。然后因为我很放心，是因为我在不专业厨房敢这么放肆，是因为现场都是我的团队，然后我面对的人是我的朋友，然后但我不太能保证，就是我第一次接触的人，他喝醉，他能不能就是接受我也喝醉的这种放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喝醉的状态能不能接受他这样的放肆，然后但我可以先说，就是我是清醒的时候去看我不认识的人喝醉的那个放肆的话，我会有一点害怕，因为我不太能去掌控。如果对方是我的朋友，我认识的话，我就会很安心，我知道如何掌控。所以我觉得喝酒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很放松的事情。然后我也很喜欢，我当然很愿意跟粉丝一起同乐，但是我觉得就要看怎么同乐方式。我觉得如果要到不专业厨房的那种程度的喝酒，我觉得我可能会考虑一下。我是不是讲话讲得太严肃了？我觉得有没有搞错啊？我们不专业厨房，重点是在吃那些食物吗？因为我现在都不认为，我真的不是，我觉得我们的方向跟食物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因为你有说过你要板豆啊。对啊。那我可以请别人来板豆，我不需要在那边煮吧，对吧？就是要吃你煮的，他谁要吃别的板豆？他们想要吃。我觉得粉丝对我的爱太过盲目了，我煮的东西真的不好吃，为什么要吃我煮？我觉得就像海芬那集，就是我们干脆做一个 fans meeting， 跟那个肠胃散，就胃肠药做一个那个异业联名的搭配啊，就是我们来做一个结合。我煮东西我自己都不太敢吃，我那个会闹出人命，我真不太敢煮给大家吃好，这就是来自柯佳燕的问题，我直接来拨打电话给他好。哇，没人接。好，我先回答来自于这个佳燕的问题。柯佳燕，她也算是我们不专业厨房的忠实粉丝。然后那时候我跟她在拍《无神之地》的时候，就是想要也是出一个外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台东的时候就想说可以做一个卡式炉的那个不专业厨房，就是卡式炉的料理。然后但后来还有说想要就是做一个餐车，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拍戏，就把餐车开到拍戏现场，然后就揪大家一起来不专业厨房。但后来我发现执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度，因为我觉得大家是不是搞错方向了？不专业厨房就是要喝酒啊！我们在拍戏怎么喝酒？不能喝酒，就为什么要录不专业厨房呢？所以我那时候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觉得就之后等到真的我们无神之地要开始跑宣传的时候，那时候应该大家没有在拍戏的话，就比较喝酒。至少我可以喝啦，因为我就是没拍戏才可以喝，有拍戏的话，我就只有录不专业厨房的时候才能喝。而且我觉得我看了1到33集的不专业厨房，真的是见证了我从胖到瘦。就是你看33集小天那集是最瘦，因为那时候我正在拍无神之地，然后从刚进组最瘦胖，你是胖瘦胖胖瘦胖，我杀青我就胖啦。对。其实我在正式节目播出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
认真的解释过当初开这个频道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我一开始做这个频道，其实是有试录了好多集，包括居家健身啊，还有玩具开箱啊，还有不专业厨房，就是不专业厨房的前身，其实就是我只是想要做一点做一点寓教于乐的感觉，就是想说那时候疫情很严重，大家就是都在家里煮饭，我这么不会煮饭的人，看着食谱都能煮饭，我相信透过这种寓教于乐的节目，就可以让不会煮饭的人他们会有疗愈自己心灵的感觉，救赎他们不会煮饭的心灵。那是一开始的初衷，但是就是当我第一期来宾是徐伟宁来了以后，就彻底的就是改变了我不专业厨房这整个系列的一个走向，就突然开窍，我就觉得哇，就是跟好朋友喝酒，然后随便乱做，跟聊天很放松的状态，我觉得那个呈现出来，反而是我真正内心想做的。当初那种就是教煮饭或者是煮给大家看，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做。就是我那时候是真的被逼的，因为我觉得反正没东西好做，那就那个开箱玩具也做啦，居家健身也做啦，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企划案，所以我就听从了团队的建议，就好，那就来做做看吧。其实当初那个真的不是我想做的，但后来就是开窍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最大的收获，就是整个不专业厨房呈现出来的风格跟放松无厘头，然后轻松幽默搞笑，耍白痴耍白烂的那种痛调，就是我想要呈现的节目效果，所以我才会一直持续到现30多集这样子。对。可是你会担心就是粉丝看到太真实的你吗？我不担心啊，我的团队、我的经纪人都不担心了，我担心什么？反正最真实的我都被他们剪掉了。告诉你，现在你们看到节目上呈现的最强、最真实的我，那只是真实的我的一部分，因为真的很不 OK 的那些也都被剪掉，不合未成年不合观赏的也都被剪掉了。然后，而且你看，就是我们已经在那个合乎尺度把关下面做到最强、最好笑的原则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我的团队他们眼睛就是火眼心睛，就是他们必须要把关到就最高原则，这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你想看几个成年人，比如说像我跟小天，我跟信宇还有修杰楷几个成年男生，我们在瞎聊，就一定会讲一些很没有营养、很垃圾的话，但那些东西可能自己朋友听觉得 OK， 但你要放出去到网络上给大家观赏的话，就会不 OK。所以那个尺度拿捏，除了拿捏在我跟我的朋友的关系身上，当然幕后团队他们占比的那个剪刀手占比的重要程度实在太重要。对啊。有啊，你在内地的时候，你都会自己下面跟煮水饺啊。对啊，就是很基本的，只要把东西煮熟就好啦。所以我基本上私底下的生活，基本上我的厨艺只到了就是把东西煮熟的地步。所以那些冷冻速食品，要不然就很简单的面条啊那种都 OK， 还有煮鸡蛋啊，水煮蛋。我有吃过你煮的甜品要炖的。哦，对，那个是冰糖雪梨。先见的时候是不是？对，在横店拍戏。对，自己炖的。我还那个就是你知道那现在有多方便吗？他就是买了一个钟那个电子恒温，然后你把它整包，它都给你配好的料，你就倒进去加水就好了，那一点厨艺都不用，好吗？那也是熟就好。那比你煮水饺还容易，好不好？水饺还要注意那个要加水，滚了以后再加一杯水，再加一杯水，要3滚3开。那个冰糖煮那个冰糖那个真的是太简单了 ，so easy。
都是 Vivi， 而且重点是要存钱买一台大台跟功能效能好一点的洗碗机。然后你只要就是选对了洗碗机，保证你上天堂。我也欢迎洗碗机来找我做合作，因为我觉得洗碗机太重要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痛恨洗碗、收拾，然后油腻，就有些那个这没有，我觉得发明洗碗机的人应该要得诺贝尔奖。我觉得这是世界上太伟大的一个发明了。可以试试看啊，这样不专业厨房现在是考验我的机智，考验我在分析菜名怎么去采买。我觉得大家是不是有点看不太懂我们不专业厨房的核心宗旨是什么？不就是喝酒聊天，就是胡搞瞎搞的一个节目吗？干嘛？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开辟另外一条新的系列。我不觉得就是我们很认真在做会有人看，但我觉得我们就是下一次可以试试看，就是采取粉丝的建议。我不觉得他们要看你很会做菜，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觉得你连去买东西都会有问题，觉得很好笑。我买东西怎么会有问题？我买东西，我告诉你，我们就是边喝酒边买东西才会有问题。核心就是喝酒。反正等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出外景的话，我们就尽量去找一些外景的题材吧。我觉得也可以采纳刚刚那位粉丝的建议，但我觉得执行起来就是到时候大家再想想看吧。这样会不会太商业行为啊？我觉得你本来就是喜欢就是红酒的人，然后有些人真的看了他很想知道哪一个是有什么好喝的，就我觉得还好啊。可以啊，那以后就是事后可以看是在留言区去回答，就是这一集的喝的酒的品牌的名称跟来源什么的，我觉得 OK 啊。我突然想到酒，我们不是有一个企划是要盲饮红酒的吗？有啊，也有粉丝也有在问啊，就是有没有？我一直超想做盲饮红酒的，但就是因为我最想做的那个人是孙芸芸。但他婉拒我了。当初构想这企划，就是曾经不知道是在康熙来了还是在什么的那个哪个节目有谣传一个都市传说，就是孙芸芸她是可以喝酒，就是可以知道这个酒的品牌，然后不是这个酒的产区、葡萄品种，我觉得就很厉害。我觉得光你喝一口，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这里面有什么葡萄品种混杂，然后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我觉得就很厉害。我就一直很想要验证这个都市传说，所以我才会有一个构想，就是我要跟孙芸芸一起去盲饮红酒，但他婉拒我了，所以我这个企划就一直难产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干脆下一次来 feed 一个专业的品酒师，然后再来品酒师对决酒鬼的那个对决，你觉得这样？我们就找一个专业的品酒师，也是来盲饮，跟我跟他一起来盲饮，你觉得好？这个计划可行吗？然后再找一个修杰楷不是也蛮喜欢喝的吗？对，下次就是好来。找他，我就揪修杰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企划，就是来盲饮红葡萄酒。很感谢你提这个问题。我呢，我其实喝了酒以后，我是看现场氛围调整我的分贝跟 pitch。你光看那个阮经天那一集，我真的是，我后来我觉得录完那一集，我觉得我喉咙都哑了，主要是因为他的 pitch 开得很低，然后我就是会自己会喝了酒以后，我会有一个莫名就是想要去调整，就是总不可以我整集节目就跟他 pitch 在没有啊，然后就这样子对，那你为什么喜欢做这个？对，就是想象中是一种味道嘛，然后吃过了你就会很想，我不可能一直拉这种 key。然后，所以我希望就是你没看到我在节目
试图一直想要把 key 拉高，然后甚至到后面喝醉的时候，应该就是有想要跟他吵架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 key 会那么低。然后可是你在看，就是如果 Ella 的话，我就相对的就是会弱一点，就是给他拉主 key 也 OK， 然后也可以像乔恩那样子，就是一搭一唱，一搭一唱。我们录制呢2道菜，通常就是2到3个小时，然后看我当天的心情状况跟酒喝的速度，有可能1个小时也可以会结束。所以我们录制的时间其实弹性非常非常的大，完全取决于来宾与我的心情，对吧？我应该没有回答错吧？然后至于后制需要花多久，这就要交给伟大的后制团队们来回答了。还好哎，其实剪大概是1天，然后就初剪1天，后制1天2天，差不多。其实整个后制的工作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如果有来宾的话，后制包括还要跟另外的艺人的团队做沟通，然后这样来来回回，然后我们还要想预告的剪接点，然后再如何让这个整支影片更加的丰富。所以光后制对那些后制的点啊，到发稿到正式要可以上架播出，我觉得1个礼拜算是1到2个礼拜，算是是一个比较安心充足的一个时间。我真的就是录完这个影呢，录不专业厨房，我真心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很惭愧，就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煮过任何一道菜或任何一顿饭给我妈妈吃，但是因为我录影完以后带打包盒回家给我妈妈吃，那也算是另类，因为工作的关系，录影带回去就是我妈吃到我煮的东西，我妈很开心啊。我妈就是觉得难得，因为我在家基本上我是不可能会煮饭的，所以她有吃到我的东西，她都吃光，就是她很开心。然后再来要回答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跟我妈一起看不专业厨房，会造成我有一个生活上面的困扰，就是我妈会去做不专业厨房里面教的菜，然后我就大概会2-3个礼拜一直吃到那道菜。我记得还有太恐怖了，我泡菜年糕泡菜，我妈到现在还会煮天哪！可是那道因为真的很好吃啊。但我就是那个1个礼拜，就是大概会吃到三天都会吃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有时候会比较婉拒的跟我妈讲说，煮饭很辛苦啊什么的，我叫外卖好了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录那个过年特别节目也蛮崩溃的。我觉得最后玩那个后面的节目，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喝了酒一上来，然后大家就是在那边瞎起哄，然后又玩游戏，在那边大吼大叫，我觉得那个酒冲得更快，然后就是会觉得就是有跑完那个一场运动会，然后跑了几百米的那种感觉。我的那个崩溃是我身体上面的崩溃，重点是我录完那个影，我还跟那个阿花去杀青酒继续喝。康仁也是一起啊。对啊，康仁也是啊。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说是体力上面的崩溃。然后我觉得哇，一次要 handle 3个人加我4个人，我觉得真的是很耗体力，很耗体力。我觉得平常私底下我们大家喝酒在那边玩就好了，但就是因为还在录影，然后又要 Q 时间什么的，我觉得压力太大了，那个是身心的崩溃。好，来先跟大家解释我所有的烦躁跟不耐烦。第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那个油烟，我只要一闻到那个油烟，我就想离开现场。所以我本人是非常不喜欢那个油烟味。你不要说我这样赶着下班，有很多人比我还急耶。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啊，
有时候不要说你们说，有时候我在看那个初检的时候，我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有时候很讨厌，就是有时候喝了酒以后那个嘴脸啊什么的，我自己都会觉得我应该要克制一下，但就是靠你们后置警戒了。来，我很认真在回答这个问题。酒量呢，首先你要先看你的基因是不是喝酒，然后因为有专业报告有显示，就是有人喝酒他是会天生基因就是会对酒精过敏，然后会引发就是会很容易红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要尽量减少喝酒，因为酒喝太多其实对身体不好。然后首先你过了一关，就是你本身是基因决定你可以喝酒的话呢，酒量就跟健身一样，有练就有，没练就没有。我真的是从小喝到大的。我就是很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就在年夜饭的餐桌上面，我爸就会拿那个很浓很浓的烈酒，就是每个人就是这样抿一口抿一口，就是过年的气氛，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喝。但是我的就是酒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粉丝问的问题，我觉得太小儿科了，太过于安全了，还是因为我们不专业厨房相关类的问题就这么 peace 吗？没有问一些比较劲爆？没有劲爆的哦，没有粉丝建议想要找谁吗？很多有啊，就是但那不是问题呀、恶作剧之吻的家族啊，很多人都在讲这一题啊，就说可不可以请他们什么爸爸妈妈、什么弟弟啊一起来一起啊？超想的。我觉得下一季的人选呢，我觉得就是欢迎大家就是集思广益。其实我不知道有人问妍希啦，妍希，我告诉你，我妍希是一定会邀请，但是我跟妍希永远就是完美的错过。就是我那时候去年我在录影的时候，他不在台北，然后我现在回来的时候，他也不在台北啊。就是因为他也知道，就是反正我们一直在对那个时间，不是我不邀他，是因为我们时间一直搭不上。妍希一定会邀的啊。好的，要做一个结尾了，主要是因为我们第一季的不专业厨房整个系列呢会告一段落，然后我们其实在结束了这个 Q&A 之后呢，我也会跟我的团队再讨论一下有关不专业厨房第二季的一些相关内容，所以不专业厨房的第一季呢，就以这个 Q&A 做一个据点来跟大家说再见，让我们期待第二季的见面。然后主要是因为我的 YouTube 频道里面也不是只有不专业厨房这个系列，我们还有其他的不同的企划，所以我们也在同时进行。接下来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减少外出，也减少群聚，所以我们也会希望大家如果要外出的话，就一定要记得戴口罩，然后不要去群聚的地方，然后没事就待在家里。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在我的官方 YouTube 的频道上面继续支持我们，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些比较好玩有趣的内容给大家。然后我现在对，准备要去开会了，结束了，拜拜。